解放军军事行动第二天，抵近威慑，美国宣布一切情况都有预案，美国最多能有多强硬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首先呢，说说网上的两个传闻，都是围绕解放军第一天的演习的。其中一个是吹捧美国的，说美国的飞机还有卫星一开电子干扰，让解放军的舰艇、飞机全部黑屏，仪表全部归零，北斗全部失效，导弹无法发射。美国白宫的什么安全助理、中情局副局长，还有国会众议院的幕僚长，通通会讲中文。我看完这个文章，一开始觉得有可能是台湾的台独势力为了给自己打气编的，后来发现编得特别民科，卫星还搞什么电子干扰？世界上就没有这么大发射功率的卫星能够干扰驱逐舰的，而且有点电子干扰的话，最多也是制造一些什么杂波啊、假目标，根本没法让电子设备、显示器去黑屏，拔电源才能黑屏。而且国会的众议院哪来什么幕僚长，又不是总统，哪来的幕僚长这个说法呢？所以假有点过分。所以我怀疑呢，这不见得这是台独势力干的，反而有可能是大陆网友干的。主要是这种文章想匹配一下台湾部分网民的智商，想直钩钓鱼，所以咱们自个儿千万别当这个鱼。另一个消息呢，是某教授在某 TV 上说，我们设置的弹道导弹靶区逼退了美国的里根号航母编队，这个说法也有问题啊。美国确实知道中国的导弹能够威胁他们的航母，所以真的要做战斗准备，美军也一定会拉开距离。但是这次演习中，所有靶区距离里根号当时的位置都很远，所以说通过靶区逼退美军航母非常牵强附会。并且呢，这位教授在讲解导弹的时候也搞混了打击不同目标、采用不同制导体制的弹道导弹，原理上是含混不清的。包括他后边说的轰20的话都不用当真，毕竟这位教授是搞政治研究的，不是搞装备技术和战术研究的。那么 TV 问他这些问题确实有点强人所难。然后我们说说第二天的情况，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解放军的行动就是抵近威慑，战舰、飞机尽可能向台湾逼近，演练的是全面进行打击。而且大家看得很清楚台湾方面派出来的舰艇对我们进行观察，我们的舰艇也贴着他们进行观察。对方派的是一艘诺克斯级，一艘成功级，那成功级就是美国的佩里级嘛，分别跟我们的052进行对峙。结果这一贴近就太体现差距了。那艘诺克斯级护卫舰是1970年的老船，比我都大好几岁，解放军舰艇都是新锐。特别是照片的背景，我们都能很清楚地看到花莲岸上的发电站，说明台湾岸边已经在我解放军130舰炮的射程之内。这种对峙态势如果成为常态，能够给台湾的台独势力制造巨大的精神压力，让台湾的民众认为解放军在身边就是新常态，那真的是改变了台海的现状。美国当然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儿，所以里根号航母本来是要去日本的嘛，现在要掉头回来。而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表态说，针对解放军现在的行动，美国都有预案。这话说的呢有点不清不楚，什么预案呢？他不说清楚，就是想让我们猜，这是一种谈判的技术。我觉得呢，美国一定会采取一些行动，因为西方现在有大量的声音指责佩洛西的鲁莽，还有白宫的含混不清，让中国赢了一把。这关系到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了。美军如果不做任何反应，等于是认输了，退出西太平洋。所以佩洛西丢的面子，美军只能自己拿回来。这里边呢就有一个拿捏问题，怎么才能够宣示美国力量的存在，同时呢还能避免中美之间发生冲突？所以现在拜登已经提前放了个话，说是这个行动归行动，但是不想再次出现中美军机空中相撞这类事情。所以还有学者分析，拜登在这件事情结束以后，还会借这个机会继续敲打以佩洛西为代表的民主党内部的激进派。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美军过来晃悠一圈，撑场子之后，我们继续关门打孩子，美国那边呢继续关门，老头打老太太。好，关于解放军演习第二天的情况，还有美国的反应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谈。